2174年，地球进入冰河期，绝大多数陆地已不再适合居住，人们只能住在地下1000米的地下城中。爷爷，你真的能拯救地球？真的能再让我看到蓝天吗？一定能。我们终将会再次看到这片蓝天白云，夜梦星河，看到鲜花再次挂满枝头。那我们拉钩。50年后，太阳氦闪爆炸将会吞噬整个地球，人类文明将不复存在。世界各区正在纷纷实施自救计划，为逃离这场灭顶之灾而努力。氦3填充完成，恒星级引擎核心已经准备就绪，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请陪枪总工程师发布最后指令。验证通过，准许启动。启动！氦3引擎核心第734次启动成功。只要将数座氦3引擎核心集中建设在地球的一面，所提供的动力就足以驱动地球逃离太阳引力，就可以躲避太阳氦闪爆炸。地球流浪计划终于可以实现了！裴总工，太阳氦闪爆炸提前了。你说什么？一旦太阳氦闪爆炸，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将绝无生还的可能。爆炸应该是在50年后，怎么会提前？突发消息！太阳氦闪爆炸突然提前50年。此前大夏制定的地球流浪计划再无实现的可能。米方在得知太阳氦闪爆炸提前的情况下，却隐瞒不报。他们从一开始就准备只顾保全自己，根本没打算实现地球流浪计划。米国，你个王八蛋！难道一切都没办法了？难道真的要结束了？我重生了！既然给了我一次机会，这一世我一定要拯救地球。这一世，我放弃了保送博士的机会，直接带着图纸加入了制造氦3引擎核心的工厂。整整1年，氦3引擎核心终于要完成了。未来联合盟大会正在举行，各国应对太阳氦闪爆炸的提案已经有了初步结果。可惜大夏的伏羲计划未在候选列表。据悉，米国的诺亚方舟计划以最高票数成为最有希望被选中的计划之一。1小时后将会选出最终计划，并在全球实行。什么狗屁诺亚方舟？不就是造了一个巨大的飞船吗？全人类乘坐飞船离开地球，地球是我们人类的家乡啊！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家乡？他们凭什么不支持大夏伏羲计划？肯定是美国佬搞的鬼，他们最喜欢拉帮结派，他们肯定对大夏的计划投出了反对票。人家美国可是世界警察，哪里还看别人脸色？反对美国诺亚方舟计划，终身平等，捍卫人类权利，终身平等。现在，只要将氦3引擎核心运到未来联合盟大会，一切就还有机会重活一世。这一次，我一定要拯救地球。
拯救所有人。麻烦大家快点，咱们时间不多了。快跟我去医院！依依她难产了，医生说可能大人孩子都保不住了呀！各位师傅，你们别搬了，快送我们去医院呐！不能停！这什么东西能比老婆孩子还重要呀？你赶紧去医院吧，这东西啊，我们给你放在这儿，我们又不给你弄坏。上一世依依也是难产，但最后母子平安。对不起依依，我不能陪你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我说不能停！你老婆难产都要死了，你还在捣鼓这个破玩意儿！爸，你要干什么？自古争抢两难全，我也很担心他们母子。可是国难当前，匹夫有责。对不起，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各位工友，这件东西必须按时送到，否则一切都完了。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个儿子啊！各位代表，今天我们必须宣出拯救地球的计划，否则人类物种将非常危险。太西巴斯铁！大夏的伏羲计划做的是什么鬼东西啊？他们居然妄想在地下建造另一个世界，拯救所有人，这根本就是痴心妄想啊！明明是你们串通一气，背后搞了小动作，我们大夏的伏羲计划才被踢出了备选行列。恭喜特普森阁下，这一次一定是您的诺亚方舟计划中选。宋夏代表计划说早了，在秘书长宣布结果之前，谁都不能确定谁入选。哎，特普森阁下，您真的是太谦虚了。米国作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也就只有你们的计划才能带领我们存活下去。我们不过是来走个过场而已。如果特普森先生的计划被选中，估计就能蝉联下一届的诺奖了。那些我都不在乎，主要是为了拯救人类。对，这才是大国风范。不要拒绝黑幕，重新投票！拒绝黑幕，重新投票！要公平，要生存的机会，要公平，要生存的机会，要公平。经过层层筛选和未来联合盟仔细研究，现在宣布，拯救地球计划中选的地区是……等一下，诺亚方舟计划就是个骗局。他们对外标榜说，建造宇宙飞船，将全人类运离地球，以此躲避太阳氦闪爆炸。可实际情况，他们只会带着有钱人逃离地球，地球流浪计划才可以拯救全人类。我建议实行地球流浪计划。地球流浪，哎西巴塞，你不会想采取某种动力，让地球脱离太阳引力，向反方向逃离太阳氦爆炸范围，带着整个地球在宇宙中流浪吧？就算你的计划可以实现，但地球上可没有这么充足的能量储备，你拿什么做动力能源啊？动力能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氦三所指？氦三？还好啊，你们母子平安，要不然啊，我饶不了裴强那个混蛋。爸，裴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能理解他。建议实行地球流浪计划。怪不得他不来医院呢，原来跑到联合盟大会上吹牛去了。
他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他是为了把他研发的引擎核心带过去。就他在车库里捣鼓那破疙瘩呀！啊，这叫氦三引擎核心。裴强发明的引擎核心是目前唯一可以拯救全人类的。全世界那么多专家都做不到，他就能做到了。事实上，裴强已经做到了。把氦三用作核聚变是全世界所有学者的梦想。你要知道，1000克的氦三能够提供大约19000亿瓦的能量，足以满足全球1整年的能量消耗了。这么大点东西，就能满足全球1整年的能量消耗？孩子，爸爸他马上就要成功了，到时候你就不用住在地下城，抬起头就可以永远看见蓝天。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我们就可以不用放弃任何一个人。我决定立即再进行一次投票。这个计划根本不可能实施。没错，全球氦三储备量只有500公斤，更何况这种气体极难提取。早在20年前，特普森阁下就联合西方顶尖科学家一起研究，直到现在都没有成果。连特普森阁下都研究不出来的东西，你们大夏凭什么研究得出来？依我看，这份《流浪地球》的计划书就是造假吧。裴强，你确定你的计划书可以实施吗？我确定，引擎核心我已经研制出来了，正在运来的路上。好，太稀巴，你怎么可能造得出那种引擎核心啊？你不会是从米国偷来的吧？我不相信你们大夏会有这么高的科技水平。理事长，我提议取消投票。一个跳梁小丑不值得我们投票，我赞同取消投票。大爷的，米国佬他们凭什么看不起人？他们研究不出来的东西，我们就不能研究出来了吗？好菜国怎么还好意思说别人出东西？全球就是他们最爱出东西。看埃国佬那副舔狗的样子，看这个人似的，背地里还不是米国佬养的一条狗。必须再次公开投票，我们的命运凭什么要掌握在他们的手里？支持裴强，支持地球流浪计划，必须再次公开投票！裴先生，虽然你的实力不怎么样，但是我很欣赏你不切实际的想法。你是大夏科学院的院士吗？我不是什么院士，我只是一名大夏的工人。我们竟然为了一个小小的拧螺丝工人，耽误了这么久的时间。你们大夏竟然让这种人进来捣乱！秘书长，我提议赶紧结束没有意义的讨论。大夏代表，如果你们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能够证明你们的计划可以实施，请立即停止你们没有必要的发言，否则我将把你们赶出会场。秘书长，我有证据可以证明氦三引擎核心和地球流浪计划的可实施性，但在那之前，你们先看看这个。我还以为你真有什么证据要给我们看呢，原来就是这么个破盒子。你该不会想说氦三引擎核心就是这么个破盒子吧？我要谴责大夏，他竟然放任这种人进来捣乱。就这么个小盒子，能放得下氦三引擎核心，我看是他在戏耍全球所有顶尖的科学家。裴先生，你承认吧，你手里的盒子绝对不是氦三引擎核心，你们大夏绝对没有那么高的科技水平，你们站在这里就是个玩笑。这个确实不是引擎核心，却是建造氦三引擎核心的前提，没有它就无法建造氦三引擎核心。你不会要说你制造出了钛铁矿石，实现了温室提取氦三吧？想必各位都清楚，氦三引擎核心的研发难点并不在于引擎核心，而在于氦三在室温情况下的提取。氦三除了存在于地核中，还存在于太阳风暴之中。在室温环境下提取氦三，它的难度不亚于在汪洋大海之中寻找丢下来的一粒尘沙。哎呀，就凭你一个臭拧螺丝的，你能知道提取氦三的原理吗？依靠现在的技术，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更别提要制造出必须的钛铁矿石了。
我们和特普森阁下的团队研究了10几年，两国投入了超1000亿美金的资本，我们还拥有着全球最顶尖的科学团队，都没有研究出来。你一个臭拧螺丝的大夏人，凭什么说你做得到？钛铁矿石早就被物理学界认为不可造出之物，早点结束你这哗众取宠的行为吧。很遗憾的告诉你们，这种技术已经被我们攻破，并且已经可以随意提取钛铁矿石。It's impossible， 这绝对不可能。钛铁矿石，依依，你看到了吗？我终于成功提取到钛铁矿石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钛铁矿石，没想到你真的做出来了，爸，您的儿子，我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他马上就要被写进全球教科书了。这一次，就算裴翔没有氦三引擎核心，单凭这项技术，也足以拿下诺奖啊！诺奖？不，准确来说，诺奖在裴翔面前已经不算的。就凭裴翔能够提取到氦三，他就是科学界的神。我们的航天技术竟然领先全人类了！你不是在做梦，这都是真的！多亏了裴翔，裴翔太牛了，干死他们！奥利给！裴翔加油！裴翔加油！大夏雄起！裴翔加油！大夏雄起！氦三是无色无味的气体，你这块铁矿石分明带有铁锈味，这根本不是钛铁矿石。氦三的确是无色无味的气体，不假。但你有没有想过，在高温环境下跟铁的反应，在跟氧气中和的情况下，就会带有刺鼻的铁锈味。特普森阁下，您忘了之前我们做过最成功的一次，就是带有铁锈味的。什么？那你这颜色跟质感竟然都是对的，这不会真的是钛铁矿石吧？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做到了在室温环境下提取氦三。不可能，大夏绝不可能拥有氦三的提取技术，更何况你只是一个工厂打螺丝的工人，提取氦三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科普森先生，不管你信或者不信，这都是摆在你面前的事实。我看你们还是别高兴得太早啊！这东西是不是提取氦三合成的铁矿石，现在还不能确定，说不准啊，是你们大夏造假，妄图令你们记假路。肯定是假的，大夏怎么可能会有超越我们的技术？大夏竟然敢在未来联合盟大会上造假，这分明就是侮辱我们，侮辱全球科学家的研发成果。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尽管拿去检测。如果不是氦三合成的铁矿石，我立刻离开未来联合盟大会。那既然你已经研发出了氦三引擎核心，那我们需要看到证据。如果不能提供装置来证明，那就说明现在说的一切都是在放屁。你刚刚不是说把氦三引擎核心研发出来了？那氦三引擎核心在哪？赶紧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啊！引擎核心已经在来的路上，很快就会到。我看是根本就没有吧？哼，一定要赶上！这车怎么又坏了？早让你救你不救，这下麻烦大了。既然大夏根本提供不出氦三引擎核心，那我们究竟还在这里等什么？秘书长，赶紧结束会议吧，停止这场没有意义的玩笑。只有特普森先生的诺亚方舟计划是唯一可行的计划。秘书长，请您再给我一些时间，我绝对不是在开玩笑，我保证马上就会让大家见到氦三引擎核心。你拿什么？就凭一块破石头吗？难道钛铁矿石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最难突破的氦三提取技术，我们已经拥有了。研发氦三引擎核心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哎，米亚纳米达，张先生，他刚才说已经制造出了氦三引擎核心，可是他现在拿不出氦三引擎核心到我们面前。如果他能拿出来，我们就同意你们大夏的计划，加入不就好？可现在的问题是，他根本拿不出氦三引擎核心啊！秘书长先生，请再给我们，给大夏一些时间。
秘书长先生，你最好想清楚再说话。bug，这里是联合梦大会，不是你们过家家的地方。如果再等下去，他还是拿不出氦三引擎核心，那么诺亚方舟计划的技术将不会再给全球所有人使用。如果我们想要活下去，就要稳稳地站在这个星球上。生存的障碍从来不是弱小，而是人性的傲慢。勇气可以跨越时代，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一定可以延续人类文明的火种。你是在给我们洗脑啊？搞传销的？好啊，既然大夏说我们傲慢，那我们就给他们一次机会。不过，要是在1分钟内我们看不到氦三引擎核心，你们大夏就要将全国财富70%上交给特普森先生作为补偿，并且你们大夏所有参会人员需要当众下跪，向特普森先生道歉。我老，你大爷的，实在是太欺负人了！1分钟怎么可能送到现场？他们就是故意的，就是要来侵略大夏的资产。地球都要毁灭了，他们竟然还想着抢钱？难道他们的脑袋里边就只有钱吗？他们就是怕我们大夏有朝一日崛起，所以才要把我们死死踩在脚下。现在敢拿出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真当大夏还是以前的大夏？大不了就跟他们干，让他们电视赛，掉了14亿的储备金。真的吗？你这是在欺负人吗？1分钟的时间怎么会够？1分钟足够了。好，这是你说的啊。如果你输了，你们要拿70%作为补偿给特普森阁下，还有全国人民跪下来给特普森先生道歉。你们就是在害怕大夏的科技超过你们。我们会害怕大夏超过我们？一个被我们制裁了这么多年的落后国，连光科技都得从我们这里高下迈进。你们大夏要是真有能力，又怎么会让我们白赚这么多钱？科技是要靠脑子一步一步发展起来，他们连走都不会还想跑，简直是痴心妄想。谁说我们是在痴心妄想？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就独立造出了第一台光刻机。没有条件，我们就自己创造条件；没有技术，我们就独立摸索技术。大夏文明上下5000年的历史，我们曾辉煌，也曾动荡，但从来都是我们自己克服难关，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还自己走出来的啊？高端 EUV 光刻机你们还不是造不出来？别再转移话题了，这1分钟时间马上就过去了。你们的引擎核心呢？你们只剩10秒钟的时间，就给特普森先生下跪道歉。我看呀，你们根本就是没有那颗氦三引擎核心，连这块铁矿石也都造出来。看来我留在这里主要是得浪费时间。在座的各位国家代表，如果有想留下来，将会是特普森先生的公敌，并且之后也不会向你们提供诺亚方舟计划。以后没有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说，要不然只会害了你们自己人。难道真的一切都来不及了？报告，氦三引擎核心已安全送到。诸位，氦三引擎核心的时代来临了！氦三引擎核心的时代来临了！这个就是氦三引擎核心。这个孩子，你看到了吗？那是爸爸造的引擎核心，是可以拯救全人类的东西。等你长大后，就不用生活在这地下城了，抬头就可以看见蓝天白云了。
这可是经过大夏几代人的努力才研发出来的氦三引擎核心。上一世因为氦闪爆炸的提前，没能救下所有人，好在这一世我提前50年让氦三引擎核心问世。50年的时间足够我重新部署地球流浪计划。这一次我一定可以用氦三引擎核心拯救全人类。这真的是氦三引擎核心吗？钱老，造出来了！氦三引擎核心造出来了！你说什么？氦三引擎核心的时代来临了！没想到我这块入土的人了，竟然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氦三引擎的问世啊！我大夏再也不用受制于人了。你为什么要撕毁我的研究文件？知道我为这些数据花费了多少年的时间吗？这是在我们美国的实验室，我有理由怀疑你们是在盗取我们研发氦三引擎核心的核心机密。你们的氦三引擎核心都已经研究失败了，那些数据有什么好偷的？谁知道你们说的是真是假？有本事去你们自己地区的实验室研究去！欺骗你们大夏，还想掌握氦三引擎核心的研发技术？我敢打赌，再给你们100年时间，你们大夏也造不出氦三引擎核心！哼！没想到，西方世界几十年没有搞定的难题，被一个年轻人搞定了。我要到现场帮他。钱老，您身体不好，受不起这折腾。不行，我必须要去。我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我一辈子就为了这一件事，我一定要到现场去见证。更何况，要验证氦三引擎核心没那么简单，特普森他们一定会搞事儿的。那孩子需要我的支持。钱老，穿梭车已就绪，我们随时可以出发。好。这竟然真的是氦三引擎核心，他们大夏竟然真的把氦三引擎核心给造出来了！不可能，他们大夏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科技。再说，我们研发的初代氦三引擎核心，少说也有20层楼这么高，而他这个怎么会这么小啊？这一定是假的，这说不准就是他们从哪辆车上拆下来的发动机，为的就是阻止大会的正常推进。哼！各位，我想请问，你们研发了几代氦三引擎核心啊？米国和我们联合整个西方科学家造出了第一代氦三引擎。虽然我们失败了，但我们有前车之鉴，氦三引擎核心的体积不可能这么小。那我再请问，第一代计算机，也就是图灵机，当时有多大？第一代计算机占地170平，重达3吨，但当时的运算量仅每秒只有5000次，而现在我们手机里最普通的芯片都能达到每秒11万亿次的运算量。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难道你们现在还会拿着重达3吨的计算机在这里算数吗？太好了，有了这个氦三引擎核心，我们大夏的计划终于有机会入选了。Impossible！ 你们的氦三引擎核心一定是假的。对，我们联合了西方整个最顶尖的科学力量，研发出的第一代氦三引擎核心都没有成功。就凭你一个臭拧螺丝的，怎么可能会造出？我绝不会允许这样一个造假的计划被列入投票之列，除非你当场启动验证给我们看。特普森，你刚才口口声声说，只要我们把氦三引擎核心带到现场，就会同意我们大夏的计划，加入投票行列。现在你是要当着全地下城人民的面当面反悔吧？哎，张先生，特普森先生又没跟你们大夏签订什么合约，怎么能说反悔呢？总之，你们大夏必须立即启动氦三引擎核心，否则就是证明你在造假。马上滚出联合堡！
氦三引擎核心的研发初衷可是为了推动地球而存在的。你这么小的引擎核心，别说是推动地球了，怕是连个游轮都推不动。众所周知，氦三引擎核心的输出方式是正向反馈，其能源损失率几乎为零。我现在不仅质疑你这个氦三引擎核心不能正向反馈，还不能成功启动。他肯定不敢启动，就是故意来捣乱的。对，为的就是故意抹黑米国的诺亚方舟计划，好趁机抬高他们大夏人的形象。大夏人全部都是虚伪，这根本就是一场阴谋。这是我们经过几百次实验得到的研究成果，你们刚才所说的一切，它都能实现。那既然你说都能实现，不如将它启动验证一下，看看是不是如你所说的一样。大夏代表，请你们验证氦三引擎核心的可行性，否则你们的地球流浪计划将不会进入投票列，无法全球推广。秘书长，氦三引擎核心所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不是你们能够想象的。您确定一定要在会场内验证吗？他不会真以为这玩意儿可以启动吧？年轻人有兴趣心是好事，但你不该当众骗人。大夏有个词叫哗众取宠，正好来形容你现在。你们米国没有资格对大夏指手画脚的来说教。既然你们想让我验证，可以，那也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启动氦三引擎核心的后果可是十分可怕。氦三引擎核心爆发出强大能量的同时，也需要足够的电力来支撑它的运行。一旦将其启动，它所消耗的电力不是各位能想象的。我还以为是什么后果，就你这个还没桌子大的引擎核心，能耗多少电呀？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核能引擎核心消耗的电量不过是3000万千瓦电。就你说的这点电力，还不够氦三引擎核心启动1钟。真不敢相信，大夏人的水平居然这么低下。3000万千瓦的电量足以支撑一座城镇1个月的消耗量，而你居然说连1秒钟都支撑不到。氦三引擎核心必须搭配辅助器件一起来启动，但1年的时间太过紧迫了，我只来得及做出引擎核心的主体，没有辅件就不能精准的掌控它所爆发出来的能量，我也只能大概预估它的消耗。但像你所说的几千万的电，这绝对不够。那你说，到底需要多少电？最起码要抽干一个国家的电力。可地下城一旦失去电力，氧气储存就会以光速耗尽，在这种无氧状态下，不知道又有多少人会因此丧生。就这么小的一个破烂，需要消耗一个国家的电力？裴强，你们是来诈骗的，拿个假东西来骗我们？就算是核弹爆炸所产生的能量，也不足以达到一个国家的用电用量。裴强，我看你这东西就是个半成品，根本不敢启动。不就是抽干一个国家的电力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最多也就是死几个人。现在我命令你立刻启动氦三引擎核心。既然你们米国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辅助器件也可以启动引擎核心，那我就用你们米国的1国的电力来启动。什么？既然你觉得就是停电而已，就算死几个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自然就要用你们米国的电力来启动了。一个假的引擎核心，怎么可能让一个国家的电力瘫痪？你有本事启动一个试试！这可是你的好朋友说的，那我就如你们所愿，就用米国的电力来启动。什么？现在只要我按下去，氦三引擎核心就会被启动，到时候米国就会面临着全国停电，甚至会出现人员伤亡。我需要再跟米国代表确认。要按就赶紧按，有本事就按啊！我就不信这个假引擎还真的能启动。我看你就是不敢，怕真的按下去启动不了，暴露你们大夏造假的事实了。我还想请在场的各位给我做个见证，若是我成功启动了氦三引擎核心，就把地球流浪计划加入投票列。Oh no！ 他这么演的那么像，那东西不会是真的吧？ 3、2、1。
3、2、1 ，Wait！ 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浪费了。我提议立刻执行诺亚方舟计划，将大厦带来的加引擎核心销毁。请立即销毁！住手！你们米国一再出尔反尔，现在还要砸掉我们的引擎核心，你真当我们大夏好欺负吗？一个造假的东西有什么资格出现在未来联合盟大会？这里不是你们大夏演戏的地方，给我砸！你们休想靠近引擎核心一步！都什么时候了啊，还在演？现在承认这个引擎是假的，还可以保住你们大夏最后的尊严？不，就算他们现在当众承认这东西是假的，也必须为今天戏耍全球人类的行为付出代价。我提议，即刻起，大夏从拯救地球计划中永远出，并且大夏代表团要向全地下城居民下跪道歉。特普森阁下，您觉得我的提议如何？朴代表，你这提议啊，还是太仁慈了。我提议将大夏永远逐出未来联合盟。不错，我同意。严惩大夏，逐出联合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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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住手！钱老，您怎么来了？任森，长到过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敌视我大夏，还是这么迫不及待的打压我大夏，难道是怕美国在世界地位不保吗？笑！米国被称为全球霸主，会怕你大夏？你以为你自己真的是物质太等了？谁不知道当初他在米国研究，也就只有查看公开文件的权限呀。那不用说了，肯定是你盗取了米国氦三引擎核心的研究机密才造出来。你们造的这个垃圾，就是按照米国的图纸做的。泱泱大夏还用不着硬偷来取得科学领先地位。事到如今你还敢？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厉害，能造出来氦三引擎核心，那么当初你们还要去米国留学深造？钱信国根本就不是什么物理学态度，他就是个小偷，是他偷走了本该属于我、属于美国的研究成果。一派胡言！我们大夏的创新成就，一不靠偷，二不靠抢，是14亿大夏人民靠着智慧和汗水奋斗而来的。我们大夏民族经近100年的努力，现如今可以站在联合盟，让西方世界忌惮于我们的科学技术。大夏民族已经彻底站起来了，大夏必将立于世界之巅。大夏民族已经彻底站起来了，大夏必将立于世界之巅。恐怕你们大夏是没有未来了，竟然将希望寄托在这个智慧造假的罗斯公身上。对，别演了，还是赶紧给全球人民下跪道歉了。相信裴将，氦三引擎核心一定是真的，马上就可以启动验证。钱老，我们还没有辅助器件，不能贸然启动。不就是辅助器件吗？我有。怎么可能？你们大夏这辈子就只配跪在我们脚下，竟然还敢私自研发氦三引擎核心的辅助器件！我绝不允许你们大夏有超越我们米国的科技！辅助器件最重要的芯片早就被我藏起来了，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研究成果赶紧送回大夏，绝不能留给他们了。我们就用大夏的剑来验证氦三引擎核心。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咱赶紧拿出来启动验证啊！辅助器件现在我没有带，我就知道你们会骗人，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哄骗我们。
欺骗全球人类，你们要为此负责。虽然辅助器件我没有带在身上，但是我已经把它造出来了。钱老，您真的把辅助器件造出来了？多年以前，我和我搭档一起研究过第一代氦3引擎合金，只不过你这是第5代，与我当年制作的辅件不能完全匹配。钱老，这已经够了，这已经足够解决大多数的问题了。那现在辅助器件在哪？在我当年的实验室里，只不过现在地面环境十分恶劣，辅件被冰封在实验室，必须炸开冰层才能启动。这个简单，我可以开战机把冰层炸开，不就可以直接启动？不行，绝对不能用战机去炸，战机携带的炸药量太猛，一旦引起了冰层塌陷，这样冰层下面所有的东西都会被覆盖掉，就彻底无法启动了。不用战机炸开冰层，那怎么去下面启动啊？既要炸开冰层，又要保证不会塌陷，就必须保证炸药的准确性。看来只能派人去炸，手动启动了。手动启动？现在地球早已成了极寒之地，没有氧气，在零下70度的情况下，最高处的冰层已经有1万米之高。先不说这次行动成功率有多少，就是手动炸开冰山，万一冰层坍塌，这和去送死有什么区别？现在需要20名志愿者组成巨型方阵，同时操作引爆炸弹炸开冰层，才能抵达被冰封的实验室。准确的讲，就是去送死啊！同时操作引爆炸弹炸开冰层，才能抵达被冰封的实验室。钱老说的是那片极寒之地吗？那里的冰层少说有数万米高，把整座城市都冰封住了，这怎么能进得去啊？这要是强行进去，绝对是死路一条啊！这么深的冰层，一旦被炸开，冰层绝对会被坍塌，到时候别说人了，一旦操作不当，整个城市就要被冰层砸烂。更何况那里几十年没有人去过了，说不定实验室早就被砸烂了。你们忘了，10多年前也是派了一批人进去，结果20多人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全部被冻成了冰雕。这次不知道又要死多少人呢！什么冰封城市？我看你们是为了掩盖造假而编造了谎话，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辅助器械，还有这氦3引擎更不是真的，你们说的一切都是假的。So good， 难怪他们从一开始都不肯启动氦3引擎核心，估计什么消耗一个国家的电力，也是他们为了欺骗全世界民众而编造的谎话。他们根本就是不敢当众验证氦3引擎核心的真伪。氦3引擎核心当然是真的，那你为什么还不启动啊？如今辅助器件的下落也有了，你们大夏派几个人去炸开冰层，启动就行啊！你以为冰层是那么容易被炸开的吗？一旦操作不当，就会有人牺牲。那这些人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有父母、有妻子、有血有肉的人，不是你们随意裁剪的工具。虚伪！你们大夏人全部都是没有血性的废物，跟我们武士精神相比，那可差远。虚伪！你们大夏人全部都是没有血性的废物。안녕하세요，地下城的大夏士兵们，你们有人敢去吗？有的话就进来会场啊！看看，你们大夏整天以民族大义自居，说什么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哎呀，怎么现在全都怕死，不敢来啊？没有一个人敢硬打呀！早在几百年前，你们大夏就是我们泡菜国的附属。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你们10几个大夏人也抵挡不住一个泡菜国的战士，因为大夏都是一群贪生怕死的废物。大夏人不是因为害怕死，而是怕他们死的不值得。我可以在此发誓，氦3引擎核心一定是可以被启动的。如果没有人愿意去，那我就一个人去。你们大夏人在大义面前从来不怕死，而是怕有小人在背后作祟。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更何况这是关乎全球所有人的生死。如果非要有一个人去死，那我愿意做这个自我牺牲的人。我这辈子唯一的愿望就是把氦3引擎核心给造出来，带领人类活下去。现在就差最后一步，取义成仁，今日事，
人间变种自由化，相信很快我们再次抬头，就能看到蓝天白云，鲜花挂满枝头。我们的后代就能在大陆上自由地奔跑了。不行，你一个人怎么可能完成任务？你要是出现意外了怎么办？我跟你一起去。すごい，还在演孤胆英雄啊！你们大夏人果然都是演技高超的懦夫。谁说大夏人是懦夫？谁说大夏人是懦夫？我去！还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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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谁说大夏人都是懦夫？还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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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谢谢各位，大夏不会忘记你们的。大夏地下城的居民们，从现在开始打开除氧机和备用电源。虽然钱老给我送来了辅助器件，但不能完全匹配。氦3引擎核心启动后，会出现大约2分钟的全国停电。立刻启动紧急预案，告诉所有下水员工提前做好停电准备，把除氧机全部打开。收到。先不要急于行动，大夏有你们这些年轻人，何愁不行？大夏的未来有你们，就放心了。裴强，其实我还另有方案。裴强，其实你才是大夏的未来，不要动不动就说要去死。钱老，你这是要干什么？各位，我这辈子活了70多年，唯一的愿望就是想研究出氦3引擎核心。没想到在有生之年，竟然还能看到氦3引擎核心的问世。现在只差一步，我现在需要20名志愿者，与我一同组成破冰志愿队，一同操作引爆炸弹，炸开冰城。炸开冰城之后，有极大的可能会引起塌方，所以我这里只有单程票。钱老，我们愿意跟你一起去。等等，地球是我们的，交给你们这帮兔崽子，我不放心。钱老，你要的人全部带到。大夏50岁以上破冰志愿者，集合！大夏大学铁骑38师王建军到。大夏苍狼特种大队大队长赵峰到。大夏蛟龙第20区作战旅少尉秦怀玉到。李军到。张龙到。海文到。四海到。李云飞到。报告首长，破冰支援队总共20人，全部集结完毕。此次行动保证完成任务，请指示。此次行动保证完成任务，请指示。出发！大学铁骑、苍狼特种大队、蛟龙作战旅，这都是最顶尖的3军力量。他们曾经为了大夏，多少次驱赶境外势力，威震四方。没想到他们没有牺牲在战场之上，却为了守护我们，自愿葬身滨海。50多岁呀，这正是快要退休、颐养天年的年纪，就是为了救我们这些半入伍的人，他们是为了我们才死去的。
爷爷别哭，我会记得是他们救了我们的，他们是我们的英雄。没错，他们都是为了拯救我们才去英勇赴死的英雄。我们以后永远记住这一刻，永远记住他们。任何时候，大夏人都不会逃离自己的家园，这就是大夏民族5000年的历史与担当。向我们的同胞致敬，向英雄致敬！磨磨唧唧那么久，就挑了几个快死的人出来，一群贱民，死了有什么好可惜的？就是，能不能快一点啊？我们的时间很紧张，可以开启验证了吧？要是验证成功了，是不是就可以把地球流浪计划加入投票之列 ？Of course, no problem. 但是验证失败了，你们大夏必须把所有财富上交给你，并且你们以后都是没有。此外，你们大夏所有人都不准参与诺亚方舟计划。如果真的只剩死路一条了，那死又有何惧？我们大夏民族传承至今，靠的不是什么诺亚方舟，而是靠的真真正正的人。我的氦3引擎核心一定会启动成功，绝不会把我的民族置于生死存亡之际。事到如今，你就别骗自己了。一个假的引擎核心怎么启动？我劝你还是赶紧放弃，接受现实吧。哎 ，my friend， 让他试试又何妨？等夺走他们大夏所有的财富，这样我们存活的几率不就多了几分吗？裴强，选择放弃吧，否则待会儿想要反悔可就来不及了。我是绝不会后，能不能启动成功，你们马上就能看见。这就是去实验室的最后一条通道了，所有的墙体都被冻裂了，随时会塌方，大家注意安全呐！是塌方，快跑，快跑！裴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警报？那些心电图显示直线的识别都已经全部牺牲了。哎，西吧，你们大夏人素质也不行。要我说，你们还不如派几个年轻人去。你派这些50多岁的老头干嘛啊？这不等于完全送死吗？一群弱鸡还搞得这么热血沸腾，不知道的以为他们有多厉害。就算是去送死，也得完成任务吧。现在看来，他们连任务都完成不了。不如你们跪下来求求我，兴许我高兴了，我派几个人过去帮帮你们那群蠢货。不用你们假惺惺的在这装同情。如果不是你们逼着我们去验证，我们怎么又会派人去破冰？更不会有牺牲。来了，前面就是实验室的大门，我只能陪你。进去！你放心，哪怕只有一个人，我也会完成任务，绝不会让你们白白牺牲的。现在就剩下一个死老头了，你们大夏人真是愚蠢！明知道引擎核心是假的情况下，还派去人送死，看来你们大夏真是人多不怕死啊！你们放弃吧，那个老头子根本没能力完成任务，你们大夏再也没有机会了。秘书长，快将大夏移出联合盟吧，他们大夏已经没有能力完成任务了。按照约定，大夏代表必须当众给特普森以及米国道歉，并且将大夏所有财富全部移交给米国，从此大夏就将成为米国的附属国。可恶的人，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须是不计存亡。就凭这个死老头子啊，
我劝你还是放弃希望吧，他活着跟死啊！赶紧跪下，向特普斯阁下道歉！你们全部都跪下！秘书长，现有的一切已经说明，大夏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一场骗局。我请求未来联合联盟立即严惩大夏。大夏代表，信号全都中断了，你们的人已经全部牺牲，接受这个失败的结果吧。不，秘书长先生，我们还有最后的机会，请给大夏一点时间吧。大夏除了一次又一次戏耍全下城居民，还会做啊！别废话了，赶紧跪下，向特普斯阁下道歉！下跪道歉！下跪道歉！下跪道歉！道歉！俄兵志愿队呼叫总指挥台。呼叫总指挥台。钱老，是我钱老，我是裴强。现在现场什么情况？我这里画面已经中断了。报告总指挥台，我已经到达地面实验室，作品实验室应到21人，直到1人。指挥台发布下一步指令。好，大夏总指挥台命令你开启氦3引擎核心不动器件。开心火，领命。老伙计，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有用武之地，这可要发动起来呀！在场的各位，地下城的居民们，今天我们将见证历史性的幕后。那些为之付出甚至牺牲的人们，将永远被这篇历史所铭记。在今天这一刻，我们全人类将进入全新的第7次工业革命。从今天这一刻开始，全人类将进入全新的第7次工业革命。没想到我也能亲眼见证历史的这一天了。话说，第7次工业革命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你都不知道？第7次工业革命将代表了人类将有能力驾驶飞船探索宇宙深处，表明了人类将彻底打开宇宙文明，进入星际旅行时代。只要启动成功，我们就不用死了。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巨大的诺亚方舟，终于不用死了！死了！说这么多没用的废话干什么？赶紧按下按钮启动啊！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第7次工业革命吧。5、4、3、2。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这肯定是他们造了假引擎核心，这肯定是他们从哪儿搬来的蓝色灯柱，对，一定是灯柱。乔特曼丹，音响呢？刚才的动静肯定是他们提前录制好的音响，
现场肯定有他们提前藏好的音响。这绝对不可能！队长，这些蓝色粒子是什么？那是切伦科夫效应。切伦科夫现象是一种物理现象，在反应堆启动的时候，会有一种高能的辐射，它以每秒钟1万万亿次以上的速度进行辐射，它可以轻易地击穿空气中的电子。这种电子在跃升的过程当中，它的能量以光子的形式散发了出来。与红移现象相反的是，这种电子它的频谱处于蓝色光区，所以你们看到的是蓝色的光子。如果这些反应是真的，难道氦三引擎核心也是真的？秘书长，您被他们骗了，这些都是假的。No， 这根本就不是反应堆发出的射线，这是假的，这一定是魔术表演。没启动氦三引擎核心之前，你说我们是假的，现在启动了，你还说我们是假的。米国代表，我请你慎重发言。你们已经输了。哼，笑话！特普森先生怎么可能会输啊？啊，你不如先问问他，为什么启动之后没有产生能量波动啊？要知道，就算是最普通的核能引擎合金，启动的时候都会产生剧烈的能量波动，而你们的为什么没有啊？哼，刚才闹了半天说要停电，可现在停电了吗？啊？口口声声说为了全地下城居民的安全，还说什么辅助器件不匹配要停电2分钟，我看你们就是为了故意拖延时间找的借口。哼，别着急啊，还有不到1分钟就会停电，请大厦所有的居民们立刻打开除氧器，做好断电准备。预计将在50秒后将会发生大范围性的停电。就算是最普通的核能引擎，我就知道它不是这块料。人家米国那么多的高精尖科学家研究了几10年都没搞出来的东西，他凭什么搞得出来？爸，你要相信裴强，他一定可以做到的。刚才秘书长问的蓝色颗粒就是成功的最好证据。只有在反应堆成功启动的时候，才会出现切伦科夫效应。我不懂什么切什么科夫效应，我就知道他造那东西啊，别人不认可。再说了，要是真的，到现在怎么还不停电？氦三引擎核心需要调动大量电力才能正常启动，用这个验电器就能看到电力变化。一旦电压发生变化，那就表示着有停电的可能。这验电器上不还是标准的220伏电压吗？这也没什么变化呀。预计将在50秒后将会发生大范围性的停电。223、267，电压达到280伏了。这电压怎么会变这么高？现在电压高于220伏了，这就说明着整个大厦的电力系统正在超负荷运作。35秒、34秒、30……爸，赶紧把除氧器打开，马上就要停电了。好。预计将在50秒后发生大范围性停电。哎呀，他还真演上了，他不会真的以为有奇迹会眷顾他吧？要不是世界末日了，我还真想把下一届骑士影帝颁了。放弃挣扎吧，就算你现在承认你们造假的事实，你们也必须付出代价。15秒，14秒。还在演？你们大厦必须为今天这场闹剧做出赔偿。我要你们西南板块的陆地。哎，那你们大厦的东北地区就赔偿给我们吧。你们大厦不仅要做出赔偿，还要在全球媒体面前下跪道歉，承认你们造假的事实，永远退出未来联合盟，并且合法身份也终身不会被再承认。大厦一旦退出未来联合盟，我们就会变成任人宰割的鱼肉。裴强，你确定有把握吗？还剩10秒钟，请没有做好准备的大厦居民立刻打开除氧器，还剩7秒钟就要停电了。大厦，放弃吧。如果你们大厦愿意成为米国的附属国，我可以向特普森先生求情，保全你们大厦，否则你们大厦会被踢出未来联合。大厦是什么后果，
你们自己最清楚。裴强，你确定这个东西真能启动吗？我不能拿全大夏的人民开玩笑。3、2、1。3、2、1。停电了！停电了！我们大夏研发的氦3引擎核心终于成功了！注意！注意！大夏已经全面停电！注意！注意！大夏已经全面停电！终于可以狠狠打脸那些故意抹黑我们的西方世界了！氦3核心启动的成功，是不是意味着真的可以进入第7次工业革命？真的可以实现宇宙遨游了吗？探索宇宙是大夏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梦想。飞天、嫦娥奔月，都是我们大夏民族对宇宙的浪漫幻想。没想到今天竟然真的实现了！太好了，太好了，终于实现了！这不可能，这怎么会成功？这一定是他们联合起来捣的鬼。就算你不肯相信，也没有办法。停电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我们大夏真的就造出了你们造不出的氦3隐形核心。就算停电是真的又如何？那也不能证明你们的氦3核心引擎是真的。对，氦3引擎核心的启动一定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波，而刚刚一点反应都没有。没错，而且氦3引擎产生的推力会将地球公转偏离轨道。刚才感受到了吗？这个引擎核心肯定是假的。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偏移了，真的偏移了！这一定是氦3引擎核心启动的原因。如此一来，地球流浪计划的可实施性就得到了验证，人们就不用抛弃地球，去宇宙逃亡了。这么小的震动，你们也敢说让地球偏移轨道？一定是你们联合起来造假！我只相信宇宙检测中心的东西，在没有收到消息之前，你们说什么我都不信。让地球偏移轨道哪有这么简单？你知道需要多大的推动力才能让地球偏移轨道吗？就算是全球的所有动力装置加在一起，都不敢说能让地球偏移轨道，而你们居然敢公然造假！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造假？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去检测中心查一查。太空检测中心发来消息，地球在刚才发生了3毫米的轨道偏移。重复，地球在刚才发生了3毫米的轨道偏移。这绝对不可能！刚刚就是这台小小的隐形核心，让地球偏离了它自己的公转轨道3毫米。可惜只有一台隐形核心，不然产生的推力肯定不止3毫米。但这已经足够证明地球流浪计划的可实施性。秘书长，这下我们可以纳入投票之列了吧？地球流，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刚明明答应过的，只要我们能够验证氦3引擎核心的启动，就会让地球流浪计划加入投票之列。你这是想当着全球人民的面反悔是吗 ？Yes， 偏离轨道的数据是真的，氦3引擎核心也是真的，但是你们建造氦3引擎核心的所有数据全都是盗取我们密地区的，所以这个氦3引擎核心应该属于密地区的。对，早在几十年前，我们就联合米国开始着手研发氦3引擎核心了。你们的建造数据都是盗取我们的。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们的数据是盗取的？氦3引擎核心明明是在裴强主导研发下，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研发出来的。证据？米国说的话就是真，哪里需要什么证据？一群强盗！难道你们想当着全地下城人民的面抢我们大夏的东西吗？什么全地区直播，不都是假的吗？哎，直播怎么突然断了？画面怎么没了？这是想断开直播，公然抢占我们的氦3引擎核心！我警告你们，这里的事谁都不准泄露出去。你们有什么资格和权利再这样做？秘书长还在这儿呢。秘书长，你看他敢说一句话吗？无耻！你们米国一直是这么无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国的安危。
你们发的战争财还少吗？现在地球都要毁灭了，你们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人的安危吗？让他给我闭嘴！裴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死地”。特普森先生敬重你是个人才，竟然靠着自己研发出了氦3引擎核心。我可以给你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放心，现在全球直播都已经关闭，没有人会知道你做出的决定。你这个混蛋！我要把你们米国的真面目公之于众。裴强，你只要交出氦3引擎核心和所有研发资料，我可以求特普森先生给你一张米国绿卡。以后啊，你就是米国精英人士啊！而且，特普森先生可以按照你的想法继续推行地球流浪计划，这样还可以拯救全人类呀！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劝你啊，慎重考虑。不用考虑了，你们这些垃圾要是守信，就不会害大家被氦闪爆炸而灭亡，更不会造飞船先自己逃跑。就是一群自私自利的骗子，骗了全部居民那么久，我是永远不会相信你们的。你们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别人的死活。我就算是死，也不会把海森的资料交给你。你最好看完这个再回答我。爸，你们把他们怎么样了？你最好看完这个再回答我。爸，你把他们怎么样了？到底是什么人？竟然敢在这里绑架我们？你们就不怕被发现吗？李强，我劝你好好考虑清楚，你这孩子刚刚出生，想必你也不想让你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见到父亲，直接嘎了吧？裴强，绝对不要想那么妥协，不要管我和孩子的死活，只要能保全人类，保全大夏，我和孩子死也可以瞑目。小子，别以为我不敢杀了他，只要我动一动手指，你就永远再也见不到你家人。儿子，为了正确的事情，他就是死也支持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你放了他们！哎，想救你的家人啊，只有一个办法，把氦3引擎核心和所有研发资料都上到地球人身上。裴强，你没必要为了这些外人放弃自己的家人啊！毕竟那些人的死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想想你刚出生的孩子呀！你放心，你在这里的所有决定，没有人会知道的，你只需要口就可以了。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们的大夏。如果我今天苟活下来，我将来该怎么面对我的家人？凭他们欣然赴死，那我又有何惧？就算你不怕死，难道你不想见见你刚出生的孩子？难道你想让他刚出生就死吗？作为父亲，我对不起他。为了大夏，为了全人类，我必须这么做。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爱国人一样贪生怕死。按你们大夏的古语来说，你就是经久不屈，屈发久。既然你不怕死，那我就成全你。只要你死了，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米里去的。裴强，你赶紧跑！只要有你在，大夏就有希望。都给我住手！早在我将隐形核心运来之前，就在隐形核心里面装好了炸弹。只要我按下去，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会死。就算把氦3引擎核心毁掉，我会把它交到你们手里。哼，你还敢威胁我们？大哥，你要是把这里都炸了，你们大夏的地球流浪计划将永远无法实行。就算我不能带着大夏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就算我不能为大夏做出贡献，也不会做大夏的对手。正好还能带着你们这些毒瘤一起去死。赶紧抓住他，把遥控器给我抢过来！
特普森，你居然在联合盟大会上公然大打出手，你们还有没有廉耻和道义可言？特普森先生想干的，谁敢反抗？大国风范是要有实力，道义要是通过拳头打出来的，要不然想让我们像你们大夏一样整天满嘴道义，对吧？你们敢跟人家女国女朋友啊？谁说我不敢？让他们都下去！我现在就引爆炸弹，他们今天谁都别想活着离开。有什么事都可以商量，刚刚就是小小的开个玩笑，我们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什么样。好，既然可以商量，那就把全区的直播全都打开，还有再把你派去绑架我家人的人全部都撤走。没问题，我现在就让他们撤走。打开全球直播，把地球流浪计划列入投票之列，重新开始投票。不就是想全球直播投票吗？小问题。秘书长，回到你的位置，主持投票会议。哼，就算主持投票会议又能怎么样？只要我们不同意，你们地球流浪计划照样还会落选。全地下城直播已经连接成功，下面开始全地下城直播投票。他们还真以为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的计划就能入选呀？也不看看现在的未来联合盟是谁在把控，就算给他们100次机会，他们的计划也不可能入选。就算他们大夏把氦三引擎核心造出来了又怎样？米国才是大哥，他们大夏的氦三引擎核心迟早也是米国。如今，鉴于大夏代表带来的氦三引擎核心已经验证了地球流浪计划的可行性，现在对地球流浪计划能否加入投票之列开始投票。大夏代表不能给自己投票，现在请其余4位地区代表投票。这不公平！既然这是拯救全球的计划，那全球人民都应该享有决策权。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民都不应该被抛弃。为了保证他们不再受到你们的施压，秘书长先生，我建议实行匿名投票。有人觉得应该按照他的建议再来一次吗？我劝你们还是放弃挣扎吧，再来多少次都是一样，你们是斗不过我们的。没错，只要我们不同意，我看谁敢同意他们的建议。我觉得夏国代表说的有道理，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有投票的权利。你觉得管什么用？就凭你们那鸟不拉屎的破点，要不是特普森阁下大发善心帮你们实行诺亚方舟计划，你们国家的所有人就是死路一条。你们这些垃圾国家，哪有你们说话的份儿？你们不过是生活在贫瘠土地上的一些垃圾。几百年前，这些人都是奴隶，根本没有资格在这里说话。给我滚下去！这个星球不只是你们想花的地方，也是我们舅舅还想花的地方。我们理应享有跟你们一样的权益。都给我闭嘴！让你们想造反不成？我们都赞成按照大夏代表说的，进行全体匿名投票。好得很。既然你们这么想匿名投票，那就投。不过我可要事先说好，如果这一次大夏的计划再不被入选，那么大夏就必须成为我矮国的附属省份。从此，大夏这个国家名字就得从地球上抹除，以后也不会再有人说汉语。所有的大夏人都必须说我矮国语。特普森，欺人太甚！我们大夏怎么可能会做矮国的附属国？这样丧权辱国的做法，我们绝不答应。更何况，你们还敢消灭我们的语言，这是想把大夏民族从地球上抹去吗？被你猜对了，我们就是想让你们大夏民族从地球上彻底消失。而且我要更正一点，你们不是附属，而是附属省。多谢特普森先生送给我们的1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样我们国家的居民就有更大的房子住了。你们还没有资格划分大夏的土地，大夏那是属于大夏的每一个人民的。怎么，你们还想像上次一样被我们打跑啊？别开玩笑，
20世纪我们的失败跟你们又有什么关系？要不是米国出手，你们现在就是我们养在家里的奴隶。我看你们也别折腾，反正你们注定会失败，不如现在归顺我们，做我们的附属省。怎么，不好意思归顺我们吗？反正以后你们也不用说大夏语，我教你用矮国语怎么说投降。来跟我学。哇哩哇哩哇，伊斯科罗投降在此。哇哩哇哩哇，伊斯科罗投降在此。你们这么嚣张啊！现在全球人民都通过直播看到了你们丑陋的嘴脸，你们就不怕遭到全地下城人民的唾弃？曾经我们大夏也面临过巨大困境，甚至一度被认为是亡国之战。但即便是亡国，我们也要反抗，必须要让他们知道疼，否则他们会一直踩在我们头上。相信你们也不愿意一辈子下等，更不愿意一辈子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巨大的阴影里，所以你们必须得站起来，就像我们大夏一样，曾经被欺负，但是我们坚持住了。如今的大夏才可以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跟你们说，我们也可以站起来反抗。你把这当人？你看台下那些废物，有人理你吗？都到这个时候，就别想着装逼了，不然我保证，你们的下场会比他们更惨。别废话了，赶紧开始投票吧！等结果出来，你们大家就会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不自量力了。别废话了，赶紧开始投票吧！裴强，如果这次我们真的失败了，我们可就是大夏民族的罪人了。现在我们该做的都做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一定会有人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地下城所有匿名投票已经结束。现在开始核实大夏提出的地球流浪计划的票数。现在已经有10几个反对票了，赞成票数还是零，我看根本就不会有人给你们投赞成票。没错，我劝你们呀，还是放弃吧，你们肯定是输。我劝你们赶紧和矮国签署合约，成为他们的附属省份吧。到现在为止，全部都是反对票，你们大夏已经没有机会。绝对不会出现一张赞成票的，放弃吧，大夏。还没有结束，一定还会有机会的。你还是别做梦了，就算是匿名投票，也没有人敢问。要我说，识趣的话，赶紧滚，少在这里丢脸。一定还会有转机的。世界上还有无数弱小的代表，他们一定会和我们站在一起。有赞成票了，有赞成票了。是谁敢给大夏投赞成票？是想被我们米国单凭领土了吗？肯定是司国佬给他们投的赞成票。他们大夏之前跟司国的关系就不错，司国也一直站在大夏那边，这一票肯定是司国投的。我是临死前的最后挣扎吧。这可是匿名投票，说不定是西方某一个早就看不过你们的国家投的赞成票呢。他们敢？你别高兴的太早，这不够才1票，我敢打赌，这一票将是我们唯一的赞成。10票，有10票赞成票了。怎么还会有人给大夏投票？特普森，我们大夏有一句话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大夏入选，那是大势所趋。真当几张票数就能让你们反败为胜？就算我再送你们几10张赞成票，你们也赢不了。哎，涨了，反对票涨了，又涨回来了。哼，还什么大势所趋？你们有这个资格吗？不如你们现在跪地上跟特普森叫爷爷，这样的话，我们还能让你们说的不那么难看。整个西方世界都在我们手，你们拿什么跟我干？下辈子都赢不了。裴强，你快看！超了，我们超了！
匿名投票结束了。根据最后的结果显示，大夏以231票赞成票获胜。大夏所提出的地球流浪计划成功入选。赢了，我们赢了！怎么可能会这样？所有票数都掌握在我们手里，根本不可能入选。这里面一定有人在搞鬼。我要求公开投赞成票的国家，我倒是要看看究竟是哪些国家让大夏投赞成票。特普森、乔金秀，这可是匿名投票，你们有什么资格要求公开投票国家？我们之所以建议匿名投票，就是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受到压迫，这是在侵害其他国家的合法权益。合法？我看这是你们大夏国在搞鬼，你一心拦着我核验票，这恰恰说明你心里有鬼，你们肯定是作弊的。什么狗屁匿名投票，都是你们大夏的阴谋诡计。你们肯定是作弊，什么狗屁匿名投票，都是你们大夏的阴谋诡计。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大夏作弊？大夏作为礼仪之邦，就是输也要输得坦坦荡荡，从不会像你们米国一样在背后搞鬼把戏。大夏赢了就是最大的证据。如果不是你们作弊，你们根本不可能会赢。要不然你怎么会拒绝公开投票国？哼，全球谁不知道你们大夏是最恶心的种族？他们经常偷我们泡菜国的文化，如今又公然在联合盟上作弊，所以我要求立刻公开投票国。这不公平！你们联合起来掌控投票，这么恶心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如今我们大夏赢的是光明正大，你们有什么资格质疑？既然你说光明正大，那就再光明正大的来一次公开投票。现在我倒要看看谁还敢给你们大夏投票。认为大夏地球流浪计划应该入选的举手。哼，我就知道他们大夏肯定是作弊了。你看，现在没有一个人给他们投票，他们怎么可能会赢？你们肯定是作弊了！你竟然还敢给大夏投票？难道你们又想成为我们米地区的附属吗？我赞成大夏的计划。我也赞成大夏的优良地区计划。我也赞成。疯了！看你们是不想活了！小心米国把你们炸平！我再敢是吧？你们都给我把手放下！竟然敢公然带头反抗米国，反抗我们！你们是想被灭族吗？如果我们怕，就不会站出来。几十年前，我们黑州就是一片没人顾及的垃圾场，只有大夏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是他们在我们的国家建造铁路，为我们拉动经济。在这种紧要关头，我们怎么置大夏于不顾？就算你们米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又如何？我曾在大夏学到一句古话，叫做“人心齐才相宜”。你们米国就是那座大夏，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事。秘书长先生，现在可以认定刚才匿名的投票真是胜了吧？请你再次公布结果。恭喜大夏地球流浪计划正式入选！恭喜大夏地球流浪计划正式入选！恭喜大家！多谢大家，多亏了你们。你们放心，只要有我们大夏在，我就不敢动你们一手指头。别高兴太早，你们只是计划入选而已，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亲眼看着地球流浪计划的实现。
17年时间，我们完成了3000座引擎核心的建设。今天是所有氦3引擎核心建设完成的日子。从今天起，我们将正式开始引力弹弓加速第1加速期，2134年，地球绕太阳加速10年；第2加速期，2144年，地球途经并环绕木星，完成最后的加速。在这有着重要意义的时间节点，请允许我郑重地向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宣布，地球流浪计划的正式启动。这意味着全人类将开始漫长的宇宙流浪计划。